Sixth Station 傾運動、說故事、講歷史。劍道因為用劍同護具嘅關係，相對其他 contact sports，可以話男女之間嘅差別唔太大。所以平時男女基本上係一齊練習、一齊擊球，甚至可以一齊比賽。即使係咁，女性喺劍道嘅參與，原來要數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。呢樣你又知唔知？今集我哋就一齊探討下女子劍道同佢哋嘅發展啦。劍道嘅歷史可以追溯到日本嘅武士文化，理所當然，當時嘅女性被排除喺呢門武術之外。正如我喺介紹日本剃刀嗰條片提到，即使冇家嘅女孩子有興趣習武，剃刀會係佢哋嘅一般嘅選擇。呢種觀念一直持續到二戰之前。1936年，日本文部省通過決議，將剃刀同弓道加入女子中學體育課程。1941年，連小學都規定體育課要學武道，對女仔嚟講就係學剃刀。但喺二戰之後，情況開始改變。民軍總部 GHQ 喺日本投降之後，實施非軍事化政策，全面禁止包括劍道在內嘅武道。不過，即使係咁，依然有人挖空心思咁將劍道去軍事化，期望得到 GHQ 嘅首肯，將劍道繼續傳承落去。於是就出現咗一種新型嘅運動——撈競技，感覺上只係劍道溝埋西洋劍嘅瀨尿牛丸咁樣。撈競技係漢字，讀音就係 Shinai Kyogi， 刻意用撈呢隻字就係避免同劍混為一談。撈競技首次提到男女老幼都啱玩，並且最後成功返回校園體育課，成為一個重要嘅轉捩點。1952年，舊金山和約簽訂後半年，全日本劍道聯盟正式成立。1954年，全日本撈競技聯盟同全日本劍道聯盟合併，撈競技從此就係咁先。不過女子劍道就得以繼續留喺主流。到2014年，日本有50萬名女性持段者，去到2024年，人數更上升到62萬，佔總數嘅30.2%。台長嘗試攞西洋劍做一下比較，喺美國參與各級全國 fencing 大賽嘅女性大概挨近40%。劍道雖然係差少少，但考慮到戰前女性嘅參與幾乎係零，呢個增長都係好顯著。唔單止淨係喺日本，女選手喺國際舞台亦開始展現佢哋嘅實力。1970年喺第一屆世界劍道錦標賽有2位女子參加，瑞典嘅 Solveig Malmqvist 山 Q 同加拿大嘅 Kazuko Nakamura 初單。關於 Nakamura 嘅文獻較少，反而關於 Malmqvist 嘅報導就比較多。佢似乎俾出個好深嘅印象啲日本嘅觀眾。Malmqvist 雖然最後只係達到劍道 EQ， 不過佢柔道7段，2023年離世，享年90歲。喺1997年以前，女劍道選手要參加世界劍道錦標賽呢，一係就同男選手一齊競爭，一係就參加 Goodwill 比賽，非正式咁競技。嚟到1994年，第9屆世錦賽喺法國巴黎舉行，個 Goodwill 比賽首次有女子對制同埋個人比賽，竟然俾我發現咗有位名叫 Horibe 嘅香港選手攞咗個人冠軍。台長梗係要即刻研究下嗰位係咩人物啦。經台長抽絲剝繭，發現原來呢位冠軍叫堀部阿 Kemi， 而且佢後生喺日本時已經係一個風頭躉。稍後我哋會再 spotlight 講多啲關於堀部阿 Kemi 同埋其他女劍道家嘅故事，千祈唔好行開。講返1997年第10屆世錦賽，女子個人同團體賽正式成為比賽項目，係女性喺劍道歷史上嘅一塊里程碑。今日劍道喺全球各地都好流行，但喺日本以外，女性嘅參與情況又如何呢？台長喺歐洲劍道聯盟嘅資料庫，從東南西北歐抽咗個別嘅國家做咗啲分析，發現歐洲國家差異不大，女性嘅比例佔總持段者人數2成左右。雖然冇日本3成咁多，但都算係一個好 respectable 嘅比例啦。當然，唔少歐洲女選手依然面對性別平等等問題。例如喺2023年法國劍道公開賽，女子組只有4單到7單一組，男子組嘅7單就可以有自己一個組別，惹嚟女選手嘅不滿。佢哋期望得到適當嘅尊重，與男子平等嘅對待。
但講到性別差距最嚴重嘅，就非韓國莫屬啦。根據韓國劍道協會網頁，喺10萬名持斷者入面，女性只有3000人左右，只佔3%，同日本、歐洲都有好大距離。台長差啲以為自己睇錯，但數字來自官方網頁，似乎而家就係呢個情況。即使係咁，韓國女選手喺世錦賽嘅表現只係僅次於日本，所以如果女子劍道能夠喺韓國更普遍，一定好有 potential。講完女子劍道嘅普及化，我哋睇睇女子劍道喺高段位嘅情況。喺2020年嘅日本，雖然女性比例達總持斷者嘅30%，但自哥丹以上，女性比例就跌到唔夠1成。去到那丹，女性比例只有2.7%，而且從來冇人達到下次丹，顯示女性喺劍道嘅參與雖然普遍，但係喺達到高段位方面，仍然面對唔同嘅障礙。所以日本嘅數字係講述咗一個進步同挑戰並存嘅故事。聽講話喺那丹以上嘅高段位，對速度同力量嘅要求更高，男性或者有與生俱來嘅優勢。但係呢點呢，台長都唔好肯定，畢竟我唔係女性，同埋只係一個初學者，高段位嘅境界離我實在太遠啦。唯一肯定嘅係，日本高段位嘅女劍道家的確比男性相對少。所以女劍道教練同埋審判員亦都較少，但係少都好過冇，所以國際其實都好羨慕日本模式。至少，譬如全日本女子選手權大會喺1962年已經舉辦第一屆，算係相當前衛。至於喺歐洲，雖然同日本一樣未有女性達到下次丹，但哥丹以上女性佔比均超過1成，比日本高好多。反映歐洲女性未必遇到日本女性面對嘅障礙，有冇可能同文化有啲關係呢？喺全球層面，2024年喺米蘭舉行嘅第19屆世錦賽，男子項目有59隊同242名個人選手參賽，女子項目就有45隊同203名個人選手參賽，人數唔差太遠。而且男子同女子比賽時間首次平等分配。即係男子個人賽同女子個人賽各1日咁樣，唔會夾硬將女子對制同個人比賽真係1日入面完成。仲第一次有女性審判員主持世錦賽，反映咗國際劍道喺性別平等方面嘅進展。最後我會介紹幾位女劍道家嘅故事。首先係頭先提過嘅堀部阿基米 Koshi Nanadan。堀部先生喺仲讀緊筑波大學嘅時候，連續4年打入全日本學生選修權嘅4強，創下日本紀錄，仲得到2次冠軍、1次亞軍、1次季軍嘅佳績。唔單止咁樣，到佢21同22歲嘅時候，仲連續2年喺全日本女子劍道選修權大會獲得亞軍，可謂超級風頭躉啊！之後佢喺1982年跟隨老公嚟咗香港，一住就住咗17年，期間創辦咗一個多座，為香港劍道嘅發展出咗分力，而且佢喺1994年為香港贏咗首個世錦賽 Goodwill 比賽嘅冠軍，創下香港嘅歷史。老實講，當年日本選手係冇參加呢場 Goodwill 比賽，但以堀部先生張 CV， 就算面對日本嘅選手，都未必贏唔到嘅。雖然我冇親身認識堀部先生，但我估佢一身白色護具，一定喺好多香港人心入面留下好深嘅印象。能夠吸引到堀部先生同以前介紹過嘅岸川 Koshi Hachidan 呢啲頂級嘅劍道人才，並且留低發展，呢點一直都係香港最迷人嘅地方。同樣嚟自香港嘅陳伊達 Lancy 落單，曾經代表香港參加世錦賽6次之多，橫跨21年之長，同埋喺2006年獲得過錦鬥賞。佢而家仲係香港劍道協會嘅中堅分子，就香港劍道嘅發展功不可沒。直到今日，歐洲劍道聯盟共有23位那那丹女劍道家，我喺呢度向佢哋致敬。佢哋肯定都係排除咗種種困難，先能夠行到呢度，為女子劍道嘅地位貢獻好多。今日就講到呢度，相信大家都一定能夠體會女性喺劍道充滿堅韌嘅旅程。無論如何，劍道嘅未來肯定係充滿力量，亦都肯定更加平等。你鍾唔鍾意我今日嘅分享？記得喺下面留言話俾我知，千祈唔好忘記 like 同 subscribe Sixth Station。
我哋一齊傾運動、說故事、講歷史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